黑哥，对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你买手机干嘛？这是黑哥念叨着要买的 iQOO15。你买手机太活不了，真是活了。传统的性能机就是把性能都堆到极限，好无趣，好无聊。而性能旗舰机就是让传统的性能机更加全面，好越级。太棒了！性能旗舰机，2K 的屏，性能旗舰机，双擎合璧。太夸大了吧！科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，我是丝姐水水。今天我们要来体验的是 iQOO15。对比上代，除了核心性能的换代升级，在屏幕、续航、影像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，难怪会直接跳过14，直奔15。那么硬件配置上的跨代升级落到实际使用上会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直接上手看看。这次我开箱了2款不同配色的 iQOO15，低调的绅士可能会喜欢传奇版，除了340格纹，就是今年百搭的纯白磨砂背面，不沾指纹。摄像头呆口凸起是比较克制的，而且四周光环灯带我觉得辨识度很高，有科技感却不浮夸。但要我选的话，可能更喜欢凌云配色，因为我对这种与众不同的设计真的没有抵抗力。就这样看，磨砂玻璃后盖好像就是水墨风，对吧？但当你变换角度，它就有一抹有流动感的红色光影在里面了，我觉得很有科技感。虽然是直屏机，但它的重量厚度控制的比较得当，再加上边缘固度打磨的比较圆润，裸机握持手感也是不错的。比较大的阿角，就算长时间横握打游戏，也不容易在掌心戳洞洞。那么如果是你会选择低调传奇版还是炫酷凌云版呢？再来看看和用户交互最频繁的屏幕，这次 iQOO15在屏幕上真的是下重本了，几乎可以说是整机最大的亮点。首发3200 的 OLED， 也就是俗称的三星珠峰屏，这里的你可以说是缩写，当然也暗藏了对品质超自信的小心思。实测全屏白底手动亮度最高1128尼特，激发亮度2735尼特，都比标称参数要高。在强光环境下，清晰显示可以说是毫无压力的。在阳光猛烈的户外拍照，也能立刻验收成片效果啦。虽说亮度很给力，但也不用有电量焦虑。屏幕本身功耗比上代iQOO13还低了44%。这款 iQOO 和三星显示联合开发的珠峰屏跟其他屏幕最大的区别，应该就是直接去掉了偏光层。偏光层这东西本来就是双刃剑，虽然能滤掉反射光，让内容显示的更清晰，但是也降低了发光效率，增加了功耗，长期使用更容易让我们视疲劳。现在去掉了偏光层，用纳米光刻滤光层代替，显示效果会更接近自然光，看起来就更舒服了。这些天使用下来，确实能感受到这块屏在护眼方面下了不少功夫。比如拿着走过不同环境亮度的场景，自动亮度调节是很灵敏的，因为它的机身有3颗光线传感器，一般旗舰机基本就前后2颗。还有半夜解锁亮瞎眼的痛点，其实上代 iQOO13最低亮度固定2尼特也算努力的了。这次 iQOO15更是调教成夜猫子想要的形状，解锁后30秒从0.76尼特慢慢升到1尼特，对眼睛就更友好了。不愧是2025年的更好更贵的旗舰屏幕。做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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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做你的。这一代我会把你们4个人头部进行，我要把 iQOO15做到位，不到位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在性能方面 ，iQOO15依然是双芯合并的策略，第5代骁龙8至尊版加自研电竞芯片 Q3。直接来看看游戏体验 ，iQOO15依然是超分超帧并发，我大手一挥全部拉满。手机之所以追求全面，是因为好的配置互相打配合，能给用户1+1大于2的体验。比如上面提到的亮度很顶的 LED 屏，体验一下行业唯一原神全场景光追。配合光追，原神开启前后的画面确实有肉眼可见的进化，明暗呈现更加直观强烈，那游戏画面氛围感就会有更棒的体验。后面我们又玩了比较大众的吃鸡和王者，在游戏内设置全高画质、最高帧率之余，在游戏中期也都将超分超帧拉满，王者甚至可以拉到原生144帧加极致画质。注意是 iQOO15首发，那丝滑程度真的是一个绝字，这么底的游戏视效和屏幕显示效果配合起来简直无敌。
另一个用户想全都要的就是后置影像，每个焦段都好看了。iQOO 12 Pro 测评的时候我们就说过，iQOO 在保证电竞体验的这个根基的前提下，开始在影像上面堆料。这一代给到了5000万像素3摄，主摄和1000万长焦的参数尤其亮眼，有神功大成的感觉，很受大家欢迎的 Live Photo 负片滤镜应有尽有。当然，硬件是地基，算法也要给力，才能解决多焦段全场景的难题。1000万长焦的回归让人惊喜，解析力和亮度进一步提升，尤其是10倍远摄，依然有比较精细的细节呈现。比如这张图，除了铁丝网清晰可见，甚至还能看清加热环境下的文字，也没有明显 AI 痕迹，这表现有点超出预期了。大家都知道iQOO背靠难产这座大山，所以人像其实我期待值蛮高的。我们分别拍摄了5个焦段的人像样张，确实有符合预期的水准，主体清晰锐利，边缘过渡很少会有穿斑的情况，背景虚化也比较自然。最重要的是脸部美颜效果，选择默认的经典模式也能给我满意的成片，还是比较立体生动的。目前来看，长焦和主摄一样，就是得在夜景高光压制方面再打磨一下，希望下个版本能有更好的体验。那么前置自拍效果，绅士们觉得如何呢？至于日常使用 Orange OS， 口碑一直蛮好的。现在升级到 Orange OS 6，变化最显著的是 UI 设计，还有一些有趣的功能，比如趣味关山就很适合多胎家庭一碗水端平。妈咪，你这手机你是谁呀？当然是你呀，宝贝。妈咪，你偏心成这样的吗？竟然将玛莎拉蒂设置成壁纸？怎么会呢，心肝？连续多开应用和切换，这些天用下来都没出现卡顿的情况，响应很迅速跟手。至于更详细的体验，后面会单独开一期系统横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。总的来说，iQOO 15虽然是性能旗舰的 title， 但配置上已经很全面。比如和用户交互最多的屏幕，主打极致性能的子品牌会花功夫和三星显示一起打磨一块顶级屏幕，是很出乎意料的。而且真的给出了和传统 OLED 屏差异很大的设计。要去到偏光片，就要找到新的技术代替它的功能。现在不仅找到了，而且还带了更低功耗、更广色域、更舒服的体验。性能方面也是没什么悬念，有第5代骁龙8至尊版保底之余，自研电竞芯片 Q3 更是杀疯了。关键是超分超帧全都要的情况下，功耗和温度都能把控在恰当的范围内，可以看出散热设计做的是相当不错的。今年iQOO 151000万长焦回归，影像表现挺让人刮目相看的，尤其是主摄和长焦用上 vivo 旗舰级的 Nice 算法，色彩和解析力方面表现还是挺出彩的。虽然有和三星显示联合开发的屏幕，有自研电竞芯片，还有母公司旗舰下放的影像算法，但iQOO 15的价格还是维持在很有质价比的水平，对今年想换手机的绅士来说很友好了。如果你日常重度使用手机，想要显示素质不错而且足够护眼的屏幕，喜欢打击，同时也注重一定的影像体验，那么iQOO 15是挺值得考虑的了。好啦，本期iQOO 15的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北维师姐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